在南海局势紧张之际，日本和菲律宾将于8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预计将达成便于双方军队互访和联合军演的互惠准入协定。观察认为，该协议除了让日菲关系更为密切外，还将促进两国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所谓多边安全联盟。日菲此举还有何目的？来看报道。 菲律宾《每日问询报》报道，经历了7个月的谈判，日本外相上川洋子、防卫大臣木原忍和菲律宾外长马纳罗、防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至8号将在马尼拉出席2+2磋商。由于中菲关系近期因南海问题陷入紧张，日本共同社称，日菲再次举行2+2会谈是双方针对中国谋求加强合作。 通过这些协议，实际上是会加强美国同盟之间在人员和物资相互进入到彼此国家的这种便利性。那么这种便利性背后就是为了加强他们之间的互操作性，更多的开展一些军事演习。那么开展军事演习的目标是什么？那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地区要保持美国同盟体系的一个绝对的优势，包括实际上针对中国形成一种遏制的战略。所以我觉得日本和菲律宾这种军事合作的加强，只是整个美国同盟体系在印太当中加强合作的一部分。那实际上，它未来不仅会对南海问题造成一些威胁或者更多的破坏作用，同时也会像对台海问题甚至钓鱼岛问题，我觉得会造成一些消极的影响。 具体到海军的合作，日本还要同菲律宾研究建立姊妹部队的机制。日本自卫队舰队司令官斋藤聪1号表示，菲方是在5月10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日美澳韩4国舰队司令官会议时做出该提议的。斋藤聪称，这对于加强同菲海军的关系非常有效，希望尽早建立起来。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此举旨在加深日本海上自卫队同菲海军部队间的交流，以试图遏制在南海所谓通过实力改变现状的中国海军。 菲律宾近来频繁在南海搅起事端，除了美国的背后怂恿外，其海上力量在最近这些年的鸟枪换炮，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他有了闹事的底气。今年5月，菲律宾与日本已经达成最大规模的安全协议，由日本方面为菲律宾建造5艘大型巡逻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埃拉声称，这些大型巡逻船可以长时间执行海上任务，得益于高超的造船技术，即便遭遇中国海警局船只的水炮拦截，也能耐受住高水压。 此外，菲律宾海军与海岸警卫队在最近10年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美国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先进舰艇，一改菲律宾原先基本没有现代化舰艇的局面。但总体而言，这些舰艇的性能和数量还远远无法与中国海军和海警的同类装备相比，其人员素质更不是短期内所能弥补的。通过在整个美国同盟体系之下，那么日本啊，还有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和菲律宾在军事方面的一些合作，尤其签一些协议啊，或者进行一些级别并不高的军联演联训啊，它是像是给菲律宾在这种打击撑腰，那么可能会使菲律宾在军事或者是执法的过程当中更冒进一些。但本身我自己判断，在短期之内，包括像美国啊、日本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直接采取 军事行动给予菲律宾这个人员或者物资上，尤其是人员上，那么的这种资助加入到一线和中国的对抗，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近年来，日本通过与菲律宾合作，进而介入南海事务的意图明显。有分析认为，日本之所以积极深化与菲律宾的关系，关键在于菲律宾特殊的地理位置。菲律宾位于亚洲东南部，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省遥遥相对，西濒南海，东临太平洋。对于积极配合美国落实自由 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日本来说，通过深化与菲律宾的关系，既有助于推动构建所谓对华包围网，也有助于未来更为深度的介入和搅局南海事务。实际上，美国才是日菲海上合作的最大推手。 但菲律宾应清醒认识到，与中国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才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选择。就在此次日菲2+2会谈举行前夕，中菲两国副外长7月2号在马尼拉共同主持召开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9次会议。 双方就南海形势，特别是管控仁爱礁局势，坦诚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认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中菲双方利益，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目标。 中菲就南海问题进行磋商后，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罗密欧·布劳纳表示，菲总统马克思已指示军方缓和南海局势。布劳纳还声称，在南海紧张局势中，作为条约盟友的美国已经提供了支持，但菲律宾更倾向于自行处理相关事务。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诺日前也表示，菲律宾希望在南海区域执行的任务都是纯粹的菲律宾行动。
但两位菲律宾官员均未具体说明美国提供了哪些支持。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认为，这是指美国愿意为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的补给任务提供海军护航。还有视频显示，美国飞机多次对该非法坐滩军舰、该搁浅军舰进行监视。尽管这种军事的同盟的压力在加大，但实际上大家现在都不太想发生完全这种军事的战争，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要从美国所说的一体化威慑来理解，就是说我不断的给予对方更多的威慑，似乎让对方提升他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成本，那实际上是似乎是一种以战止战这种战术，但是明显来看。这种因为战略意图越来越不太明确，那么战略的这种互信在减弱的情况下，至少我觉得在本地就会加深一些意外摩擦发生的可能性，也会加强彼此之间的一些误解误判。来关注美国大选，在经历第一轮辩论的糟糕表现后，拜登的竞选未来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在最新一场专访中，拜登坦言首场辩论是一次糟糕插曲，并把糟糕表现归咎于生病带来的疲惫感。他还坚称自己状态仍然良好，将继续参选。而就在拜登面临诸多舆论风波之时，他的对手特朗普却意外保持低调，表示想让聚光灯都打在拜登身上。It's a bad episode. No indication of any serious condition. I was exhausted. I didn't listen to my instincts.In terms of preparing, and I had a bad night.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拜登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的专访。他将首次辩论的失利归咎于重感冒和2次欧洲行的持续时差，这让他在和特朗普辩论时感到精疲力竭。Because I was sick, I was feeling terrible. Matter of fact, the docs with me, I asked if they did a COVID test because they'r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s wrong. They did a test to see whether or not I had some infection, a virus. I didn't.He just had a really bad cold. 当拜登被问及如果他确信自己无法击败特朗普，是否会退选时，他回答道 I mean, if the Lord Almighty came down and said, Joe, get out of the race, I get out of the race. The Lord Almighty's not coming down. 事实上，5号拜登在威斯康星州集会发表的演讲上就明确表示，他将继续竞选，并在11月击败特朗普，并说他不会让一场90分钟的辩论毁掉3年半的努力。而当主持人询问拜登，如果盟友及在国会的支持者担忧他继续留任会失去参众两院，他会怎样应对时，拜登则表示这不会发生。随即他再次强调自己状态良好，可竞选连任。对于是否接受过神经系统检查的特定认知测试的问题，81岁的拜登说没有，也没有人说我必须接受这种测试。I don't think anybody's more qualified to be president or win this race than me. 这是拜登在上次辩论后首次接受电视专访。美媒认为，与其说是专访，更像是一个公开面试。拜登在这项专访中特意没有使用脚本或提词器，希望以此展示其临场能力。访问后，主持该专访的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还特别指出，这段采访历时22分钟，内容没有被删节或编辑。报道还称，目前民主党人正在仔细审视这段采访。法新社报道认为，这是拜登漫长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专访，可能是他挽救辩论留下的灾难性印象的一次机会。如果专访失败，他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将成为悬念。英国卫报则指出，在这次专访中，拜登并未出现重大失误或失态，并多次为他的政绩进行辩护。但也有观察认为，拜登整个采访期间眼神恍惚，注意力难以集中，答非所问，处于六神无主的状态。He has a problem that he is not recognizing or was unwilling to respond to tonight. There was no elixir for a Democratic voter or a Democratic leader to feel good about this interview. I think his biggest problem is still yet to come, is convincing his own party that he has the capacity to beat Trump. 外界注意到，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原本与白宫计划在7号播出拜登的电视专访，但由于换帅风波等因素，专访被提前上架。除了这场专访外，接下来一段时间，拜登还将在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竞选活动，下周还将在北约峰会上举行新闻发布会。自首场美国总统竞选辩论结束后，要求拜登退选的呼声就未曾停息。据路透社报道，著名研究机构易普所最新民调显示，前总统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是选民认为最可能替代拜登的人选，但米歇尔早就明确表示不会参选。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4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民主党主要捐助者目前已将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视作替代拜登的首要候选人。外界注意到，虽然在首场辩论后，惠特默和纽森均表态称他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拜登，但二人的捐助者和筹款人正在暗中工作，以便在他们进入竞选时快速提供支持。惠特默虽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展现对拜登的支持，例如他3号还在社交媒体上为拜登发文，但外界注意到其附上的网络链接将捐款直接导向他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而非拜登的竞选活动。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异常低调也引发外界的关注。首场电视辩论后，特朗普近1周没有安排任何公开活动，最早也要到下周才会宣布竞选搭档人选。华盛顿邮报形容，热衷于占据新闻头条的特朗普这次却罕见地将关注焦点都让给了拜登。不过，外界也注意到，保持低调的特朗普并没有错过挖苦拜登的机会。拜登4号在白宫主持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并讲话，因其言语失误再次引发舆论嘲讽。特朗普便在社交平台上讽刺拜登为无能的总统。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主党此前放出风声可能由副总统哈里斯代替拜登参选时，特朗普迅速将矛头对准哈里斯。美国新闻网站《每日野兽》3号发布一段视频显示，特朗普在他的高尔夫球场上放话称哈里斯太糟糕了。That means we have Kamala. I think she's going to be better. She's so bad. She's so pathetic. 纽约时报评论称，特朗普宁愿让聚光灯不间断地关注拜登的危机，掩盖其自身面临的多重风险。特朗普所涉及的封口费案宣判时间推迟至9月18号。美联社报道指出，宣判日期是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之后，届时特朗普将正式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一日期也更接近大选日11月5号，可能会引发选民的更多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美国大选日1周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将在阿塞拜疆举行。目前舆论普遍担心，若特朗普赢得选举，美国乃至全球的气候政策势必将受到严重的影响。据气候新闻网站碳简报估计，如果特朗普胜选，到2030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2005年相比将增加40多亿吨。特朗普新任期内的额外排放量将抵消过去5年全球部署风能、太阳能和其他清洁技术所节省的全部能源总和的2倍以上。新罕布什尔大学研究员罗森伯格总结称，任何关心公共卫生、环境、科学、国际关系的人都应该害怕特朗普的回归。